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绍峰的直觉确实精准，如今才发现赵丽颖容貌已有变化。赵丽颖在演艺圈的存在方式很特别，她身上有种难以归类的特质，这种特质让她的职业轨迹显得不太常规。早年那些关于人际关系的传闻，现在看来更像是性格使然。他似乎从未完全适应这个行业的社交规则。冯绍峰后来对他的态度转变，或许可以追溯到这种性格特质。他们曾经密切的合作关系，最终也未能免于这种影响。赵丽颖的面相变了，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发生在无数个我们看不见的日夜。冯绍峰多年前说过一句话，现在看他说对了。那个在镜头前总是带着些许不安的演员，如今站在任何场合都显得游刃有余。他的眼神里曾经有种飘忽的东西，现在那种东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确定。这种确定不是表演能装出来的，他需要真实的经历作为支撑。冯绍峰大概是最早察觉到这种潜质的人。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很多人没当真。时间证明了他的判断。面相学有时候挺有意思，它不是迷信，更像是一个人内心状态的外在显影。赵丽颖现在的状态，让我想起打磨过的玉石，温润但有分量。这种变化挺好，至少对演员这个职业来说，内心的安定比技巧更重要。他现在有了。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像被刻意抹去了痕迹。宣布结婚时像往湖面扔了块石头，怀孕的消息让涟漪扩散了片刻，然后湖面就恢复了平静，直到离婚公告浮出水面，整个过程短暂的让人来不及反应。赵丽颖从未主动展示过婚姻状态，她只在必要时更新人生进度，这种更新不带任何情绪色彩。冯绍峰在访谈中的只言片语成了拼图的碎片，观众靠着这些碎片想象婚姻的全貌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赵丽颖在镜头外的冷静才显得格外醒目。那不是刻意营造的人设，而是她与生俱来的特质。这种特质在娱乐圈显得格格不入，却又意外的令人信服。冯绍峰的婚姻危机暴露了赵丽颖的性格底色。她在片场受挫后缩在角落痛哭，那时她需要的是温软的慰藉。赵丽颖始终保持着距离，她没说出任何安慰的话，空气里只有冰凉的沉默。最后那句话轻得像片羽毛，看眼孩子吧。所有情绪突然被拽回地面，赵丽颖的冷静几乎成了某种标志。冯绍峰示爱时却总带着点不安，他们的感情始终错位。你渴望拥抱时，他刚好转身；他想倾诉时，你已关上心门。这种错位积累到某个程度，连对视都变成负担。后来那些尴尬场面，不过是早该到来的必然。冯绍峰渴望家庭生活的寻常温度，他想象中的婚姻是充满拥抱的日常。赵丽颖在产后迅速回到了工作状态，忙碌对她而言是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方式。这种差异逐渐显现在生活的细节里。当婆媳关系出现微妙变化时，冯绍峰试图与她商讨应对方法，他给出的回应总是直指问题核心，没有多余的安慰性语言，只有最本质的事实判断。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处模式，在同一个空间里平行展开。冯绍峰曾经感受过那种贯穿婚姻的冷静，那不是争吵，也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近乎透明的存在方式。赵丽颖的社交账号像个工作简报，你翻遍所有内容也找不到夫妻合影，新剧海报和角色分析占据全部版面。
偶尔穿插几条公益转发。他在红毯上被问到私人话题时，总能把话题拽回作品，那种转移话题的技巧几乎成了本能反应。或许这就是他们相处的方式，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过着平行线般的生活。冯绍峰对着镜头问过那句话：他到底是不是爱我？这个问题后来显得很多余。婚姻持续了3年，结束的不算意外。赵丽颖把太多时间放在剧组和片场，她好像更习惯在角色里活着，那种需要随时回应情绪的能力，她给不出来。这倒不是故意冷漠，更像是一种生存本能。她能在古装剧里哭得撕心裂肺，回到现实反而不会了。感情需要的是另一种演技。有人说这是事业心太强，我觉得不是。有些人天生就更擅长处理工作关系，亲密关系需要的那种柔软，他可能真的没有，或者说有但不想拿出来。3年时间不算短，足够看清一个人到底能给你什么。冯绍峰想要的大概是传统的妻子，赵丽颖显然不是，她连假装都懒得假装。现在回头看那个问题，答案早就摆在那里，只是当时没人愿意承认。他爱的是剧本里的爱情，现实里的太麻烦。赵丽颖对儿子的态度暴露了她掌握温柔的方式。她的人生里情绪从不占据首要位置，那种疏离感是经历过风雨后形成的生存策略。表面尖锐的性格恰恰成为她应对现实的根基。这种特质让她的表演总是带着某种真实的颗粒感，就像老式胶片相机拍出来的照片，每道划痕都在讲述光阴的故事。农村出来的孩子在片场打了10年杂，从最边缘的位置慢慢挪到舞台中央。没有家世背景的人早就明白该怎么藏起脆弱。赵丽颖被剧组晾在角落的时候很多，为了等一个角色能熬到凌晨3点，但她从不觉得眼泪能换来机会。后来她红了，拍戏受伤那次，她也没想过要把伤口变成谈资。疼痛是私人的事，没必要展览给所有人看。赵丽颖的采访透露出某种信息，她的家庭背景并非普通农家，但与其他明星站在一起时，那种农村出身的痕迹依然隐约可见。这或许不是缺点，反而成为她独特的底色。最让人在意的是她的自我定位，从未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姿态。这种克制在娱乐圈显得格外珍贵。她似乎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来，也知道该往哪去。这种清醒在当下并不多见。乡下孩子的懂事从来不是天赋，那是在田埂边看着父母弯腰的背影学会的。他们收割麦子的时候，孩子在收割自己的童年。抱怨这种情绪太奢侈了，忍这个字刻进了骨子里。苦难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它不会给你准备的时间，直接把人按进生活的泥潭。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，已经忘了怎么喊疼。赵丽颖走红那年，圈内地位反而跌到谷底，没人会在意弱者的眼泪，真正能站稳脚跟的是那些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底气。她当时还带着乡野赋予的质朴轮廓，眼睑总是习惯性低垂，可若你仔细观察过她抿紧的嘴角，那种被误读为温顺的倔强，其实早就刻在骨子里。赵丽颖从不遮掩自己的出身，这种坦率反而成了她最有力的语言。她把那些别人眼中的缺陷都摊开在阳光下，那些不足反倒长成了坚硬的骨骼。现在看那些所谓的短板都变成了性格的注脚，风雨来了没人替她挡，她只能把软弱卷起来，压成坚硬的壳。赵丽颖慢慢红了以后，脸还是那张脸，味道却不一样了。眼睛里的羞怯收起来了，换上的是不容商量的坚决。但那双眼睛里的清亮从来没变过。
10年时间就这么一点点熬过来，熬成了一种活法。这种活法最后把他送到了该去的地方。赵丽颖在娱乐圈显得格格不入，她的性格里有种近乎偏执的坚持，这种特质让她远离综艺节目的喧嚣，也让她对私人生活保持沉默。但正是这种专注成全了她的表演，她总能把角色刻进骨子里。有人说这是笨办法，我倒觉得这是最诚实的功夫。在浮华的名利场里，她始终守着演员的本分，这份固执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品质。赵丽颖站上85花顶端时，行为模式反而更偏离常规轨道。综艺成为快速变现渠道的年代，她公开表示对剧本更感兴趣。甜宠剧席卷市场的那几年，她选择了写实题材，《幸福到万家》是个转折点，《风吹半夏》延续了这个方向，《造成者》则完全跳出了舒适区。这种路径选择不太符合行业惯例，或者说，她根本不在意什么惯例。圈内人常用拧巴来形容她的性格，但恰恰是这种不妥协的劲头，让她成为同期花旦中转型最彻底的那个。2024年3个重要奖项陆续颁给她，曾经被视作异类的演员，现在成了被追随的对象。这个转变过程其实比结果更有意思，她选择了一条近乎自虐的转型之路，这纯粹源于对演员身份的偏执。演技遭受质疑时，她从不撰写辩护词，永远用下一个角色充当回应。离婚风波闹得满城风雨那会儿，她拒绝上演互撕戏码，也绝不透露任何幕后细节。那些炒作套路她碰都不碰，转身就扎进新剧组，把全部情绪灌注到许半夏这个人物里。或许不该用灌注这个词，更像是把自己拆解后重组。她在角色里重新拼凑自己。赵丽颖刚露面那阵子，谁都能看出她身上的别扭劲，不是科班出身这件事始终悬在头顶。圆脸女演员在当时的环境里似乎只能演些边角料，她本可以顺着那条铺好的路走下去，包装学历，改变外形，经营关系，但她偏不。那股倔强劲儿推着她选了最费力的方向。她说过不想依附娱乐光环，只想做个纯粹的角色载体，哪怕这条路走得特别费劲。原则这东西在她那里从来不是可以商量的。她开始拒绝追逐热点，整个行业都在研究如何制造爆款，她却走向相反的方向。这种选择在当时显得不太明智，即便后来转向电影领域，她依然保持着这种特质。有人说这是固执，但正是这种特质，最终让她获得了专业奖项和观众口碑的双重认可。市场总是奖励那些敢于与众不同的人，虽然这种奖励往往来得比较晚。赵丽颖的脸又变了，风吹半夏里那个许半夏性格里带着奇怪的硬度，又掺着点说不清的软。她看人的眼神彻底换了套系统，早年那种讨好的痕迹被完整删除，现在里面只装得下对自己的绝对信任。这种拧巴反而成了保护层，让她在流量横冲直撞的环境里守住了演员最原始的东西，不是刻意为之，是自然生长的结果。她的表演方式也跟着脸一起进化了。用最笨的办法演最真的戏，这话听起来老套，但确实是她现在在做的事。许半夏这个角色像个坐标，标记着她职业生涯的某个转折点。以前或许还会考虑镜头喜不喜欢，现在只管角色需不需要。这种转变在近几年的作品里都能找到证据，不是突然发生的，是慢慢积累的结果。有时候演员的成长就写在脸上。赵丽颖这张脸的变化史差不多就是她的职业发展史，从圆润到锋利，再从锋利到现在的这种状态，很难用一个词准确形容，既不是单纯的柔和，也不是完全的硬朗。
更像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某个平衡点。这个平衡点让她在30代的女演员里显得特别，不是最漂亮的，也不是演技最炸裂的，但就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风吹半夏里的几个特写镜头很说明问题，灯光打在她侧脸上，能看到细微的纹路和起伏，这些在别的女演员那里可能要修掉的东西，在她这儿都保留着，反而让角色更真实。许半夏的服装搭配也值得说说，那些宽肩西装和垫肩外套像是给角色穿上的盔甲，但偶尔出现的柔软面料又暗示着这个人物内心的另一面。这种外硬内软的特质和赵丽颖现在的状态莫名契合。不是说她在演自己，是觉得她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演路径。用专业点的说法叫方法论，用大白话说就是知道该怎么演了。早些年她可能还在摸索，现在看起来是找到门道了。这种变化观众都看在眼里。从流量花到实力派这条路，她走了差不多10年，中间经历过什么只有她自己清楚，但结果就摆在作品里。风吹半夏算是个阶段性总结，证明她能在主流剧集里撑起复杂角色，不是靠脸，是靠表演。这话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，特别是在她这个咖位的女演员里，能放下包袱认真演戏的其实没几个。赵丽颖做到了，用最直接的方式，那张被称作冷脸的表情底下藏着别的东西，婴儿肥褪去后的脸庞线条变得柔和，但柔和里带着不容忽视的力道。她的眼神状态很特别，不是刻意营造的疏离感，更像经历过大场面之后的松弛。这种松弛感在当今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。我们习惯看到的是紧绷的营业状态，每个表情都经过精心设计，它倒是反其道而行。或许这就是成长带来的底气。年少时需要用力证明自己，现在反而可以收着来。说实话，这种状态更打动人，至少看起来真实。真实在这个圈子里太稀有了。综艺镜头曾是他最笨拙的舞台，那些年他总学不会察言观色，惹恼了人就在原地发愣，像考试时突然忘记答案的孩子。现在的他能在聚光灯下剖白内心，每个情绪转折都处理得恰到好处。赵丽颖站在那里的姿态变了，人们不再用尴尬形容她，他们开始谈论她的从容。赵丽颖现在不太理会那些闲话了，她确实有资格这么做。面对各种传闻，能平静回应，也能直接跳过不想谈的话题，这种底气不是突然出现的。冯绍峰以前说过些话，现在回头看特别准，他好像早就看明白了一些事，那些话现在听着特别对。赵丽颖这个人骨子里刻着某种执拗，你从她眼睛里能看出来，那不是圆滑世故的聪明，是认准了就不回头的倔。很多人说她拧巴，我倒觉得这是她给自己划的底线。在娱乐圈混，总得有点不肯妥协的东西。现在她整个人都透出这种气质，像是经历过风雨的树，枝干更硬了。赵丽颖站在人群中央，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，那种平静让人想起深秋的湖面，不是结冰，只是不起波澜。她早就不需要刻意挤出笑容了，这大概就是时间给她的礼物。娱乐圈待久了，人会变成两种，要么越来越夸张，要么越来越收敛。她显然是后者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，但你不确定那是什么，可能是回忆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。经历过热闹的人，最后都会变成这样，不是冷漠，是知道把情绪放在哪里更合适。冯绍峰有过一个疑问，他想知道他是否真心爱她，这个问题本身就很说明问题。他没能理解那种拧巴的本质，那不是不爱，
是不愿意在爱里丢掉自己，也不是冷漠，是用平静保护心里最珍贵的东西。现在这张脸说明了一切，曾经稚嫩藏着很多没说出口的故事。女人最好的样子，跟青春靓丽没什么关系，是活明白了，坦然通透。冯绍峰对赵丽颖的判断可能真有依据。现在看赵丽颖的眼睛，早年的稚气彻底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坚硬的东西。人们说她性格拧巴，其实那更像自我保护的装置。她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，最终都刻在了脸上。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，包括面容的质地。现在的她早就不在年轻漂亮这件事上打转了，那是经历过事情之后才有的状态。眼角的细纹像某种勋章，沉静的表情里藏着答案。这种面相确实是最好的，比精心保养出来的那种更经得起琢磨。